Agent 创世纪本期以解读者身份报道一项重要研究，该研究聚焦 AI 智能体长期部署后的隐性退化现象。团队将其定义为智能体衰老并非物理硬件损坏，而是由记忆膨胀、交互压缩与系统维护引起的衰退。传统评测只关注初始性能，忽略了长期可靠性。研究发现，模型依然能言善辩，但关键细节开始出错。大脑模型右侧破碎，象征结构完整性与数据一致性下降，这打破了发布即巅峰的神话，需关注生命周期管理。研究旨在建立一套全生命周期的科学诊断与修复体系。AI 智能体在部署首日表现完美且响应非常迅速，初始记忆精准无误，如同刚拆封的新手机。然而在长期部署之后，性能出现明显下滑。AI 开始遗忘关键细节，混淆相似的用户信息，甚至在收到最新更新指令后也会直接无视。现有评测只关注出厂时的快照能力，忽略根本问题。这忽略了一个关键点：部署后智能体能保持多久可靠性。因此，我们必须正视长期部署中的可靠性衰退问题。智能体衰老指长期部署中随时间推移的可靠性衰退，它并非硬件损坏，而是信息处理层面的渐进退化。记忆库不断膨胀，像漏斗一样压缩过滤信息，交互历史的压缩与改变导致关键细节永久丢失。例行系统维护的冲击会打碎记忆的连贯性。模型表面依然口齿伶俐，但内部信息开始错乱，这就像用户感知层面的痴呆，外表一切正常，实则内部记忆发生了不可逆的结构性衰退。智能体生命周期工程，简称 ALE， 是破解衰老困局的关键。它不再关注出厂时的快照能力，而是聚焦长期部署。第一个问题，能撑多久？要量化可靠性，何时跌破安全阈值？第二个问题，如何衰老？需要诊断衰退的具体形式与路径。第三个问题，何处修复？必须定位写入、检索还是利用环节出故障？ ALE 的核心是建立一套全生命周期的科学诊断体系，它主张用靶向修复取代粗暴地给模型加内存。只有理解衰老全过程，才能设计出真正持久的智能体。研究团队归纳出智能体衰老的4种核心机制，按驱动类型可分为积累驱动和事件驱动2种。压缩衰老是摘要过度降维导致细节遗漏，修订衰老是状态变更后未正确更新派生结果。干扰衰老由相似经历堆积引发事实混淆，维护衰老因系统清理破坏记忆连贯性导致崩溃。4种机制对应不同的病灶位置和修复策略，掌握这些分类是精准诊断隐性退化的基础。压缩衰老发生在记忆写入阶段，因过度降维而永久丢失细节。原始记忆记录医生嘱咐每天2次，每次50毫克。第5天后台摘要压缩为用户每天服用心脏药物，具体剂量和频率被无情丢弃，导致关键细节永久抹除。当用户询问服药剂量时， AI 只能回答无具体信息。诊断结论是，写入阶段的特征降维造成不可逆遗忘。这种衰老常规监控难以察觉， AI 依然口齿伶俐。修复关键是强化写入约束，强制保留关键实体与数值。干扰衰老的核心机制是同质化经历的累积。2个联系人姓名高度相似，会导致检索信噪比下降。例如，销售部联系人叫史密斯，市场部叫斯麦斯。随着绘画轮次增加，相似记忆明显互相挤占，模型在检索时容易混淆，从而找错对象。用户要求给销售部约翰发邮件，却误发给了市场部。这种失败发生在记忆读取而非写入阶段。与压缩不同，干扰衰老是信息挤兑而非遗漏。修订衰老核心是派生状态未继承导致过时。用户取消高级会员后 ，AI 记录新状态，但后续推导仍基于旧会员到期日未更新。这不是信息丢失，而是逻辑推导链条断裂。即使记忆库正确推理路径仍残留旧数据。翻车表现是用户询问时 AI 给出错误答案。诊断发现派生状态未被正确继承与更新，这类错误常被表面记录完整性掩盖。维护衰老是第4种智能体衰退机制，它由常规系统维护操作意外触发。例如，用户设定每周2下午进行心理咨询，系统在某个时刻执行底层内存清理，清理后用户询问周2有什么安排， AI 的回应竟是没有任何安排。诊断表明并非模型推理能力下降，
而是记忆结构的连贯性被系统操作破坏。Aging Bench 是首个智能体生命周期的纵向基准，它覆盖7大场景和14款顶级大模型，每个智能体经历8到200个连续交互绘画，总计执行超过400次完整的纵向跑测。这套基准打破了传统快照式评测的局限，它让 AI 变笨的过程成为可测量的工程指标。通过纵向追踪，可以系统性的量化可靠性衰退，这为精准诊断和靶向修复提供了关键基础。持续事实图谱是智能体衰老评测的核心引擎，它在第一天悄悄埋下事实节点作为基准，后续交互中故意制造干扰以及系统清理。当模型回答问题时，它能沿着时间线追踪，精确定位记忆变异发生在哪一次交互，这让隐性的退化过程变得直观可测量。不同的衰老机制可通过图谱特征区分，这为后续靶向修复提供了精确时间证据。记忆流水线可拆为写入、读取和运用3阶段。写入压缩阶段，过度摘要常导致关键细节永久丢失；读取检索阶段，数据虽在，但检索信噪比下降捞不出；运用处理阶段，信息准确，但模型算错逻辑推导。同一个错误回答，并因在流水线不同阶段截然不同。只有精确定位并造，才能制定对症的修复策略。不同阶段的记忆失败需要完全不同的干预手段。这一视角让 AI 衰退从黑箱变成可诊断的工程问题。6个性能指标的测试结果清晰揭示衰老规律，所有曲线都随绘画轮次增加而持续向下滑落。无论是开源小模型还是闭源千亿巨头，均无幸免。这不只是偶发的卡顿，而是系统性的物理衰变。从关键词回照到摘要保真度，全部指标同步退化。时间成为所有智能体无法逃避的宿命敌人。长期部署的可靠性下降是必然的工程挑战。这场衰退不是偶然故障，而是本质规律。核心发现是 AI 的隐性衰老，表面完美，但事实准确率严重下滑，行为合规性始终维持在100%的绿色虚线上。事实准确率从最初的90%一路暴跌至37%，令人震惊。监控大屏显示正常，实则已严重痴呆。常规系统监控根本无法捕捉这种隐形退化。AI 依旧能言善辩，只是满嘴跑火车产生幻觉。隐性衰老比显性故障更危险，因为容易被忽略，必须用纵向追踪而非快照评测才能暴露真相。修订衰老的第2大发现是双轴灾难。纵轴衡量遗忘准确率，横轴是累加器误差，左侧代表推导崩溃，右侧代表顽固死板。部分模型虽记住事实，但数值推导失败，例如 DeepSeek 的数值累加彻底崩溃。另一极端是强算力模型过于固执，它们拒绝遗忘过时信息，造成旧数据残留。修订衰老面前，没有模型能两全其美。系统定期清空缓存和合并记忆会引发维护衰老。不同模型对同一清理指令的抗打击力差异极大，有的直接断崖跌落且无法恢复，如浅蓝色曲线；有的缓慢爬升，但永远回不到巅峰，如紫红曲线。这不是模型智商下降，而是记忆连贯性被破坏。运维人员随手敲下的回车键可能摧毁长期智力。实验证据来自各模型在维护事件后的走势对比，因此系统维护后必须自动运行回归测试，唤醒记忆。Claude 系列2模型暴露出不同瓶颈。Sonnet 4.6 向3毫升记忆指标均衡，它代码执行与检索能力都表现稳定。Opus 4.7 是偏科天才推理，满分记性差。它在检索与推理环节完美，但写入保真度退化。原因是内部复杂推理导致记忆摘要过度发散。最强模型必须严格规范记忆写入纪律，盲目堆砌检索能力反而会加剧遗忘问题。压缩策略的选择直接决定了记忆的保真度优劣。粗略摘要指令仅为简单总结300字，这样的指令会迅速丢弃数字与具体细节，最终导致全系列模型的记忆都急速衰老。精细摘要则要求保留所有数字日期和名词。对 GPT-4o 强模型能延长记忆半衰期，但对较弱的开源小模型反而会压垮其能力，保真度表现甚至比粗略摘要还要差得多。一维跑分无法真正反映智能体的衰老全貌。热力图矩阵对比了3种模型在4项机制上的表现。L 3.18b 在压缩和维护环节表现绿色，但它在干扰衰老上出现红色警告，性能最差。GPT-4o 在干扰和修订环节均为绿色，相对均衡，
然而，压缩和维护环节呈现橙色，并非完美。Qwen3在压缩和维护上绿色，干扰和修订橙色。没有一款模型能同时在所有机制上取得最优。靶向修复按3阶段精准施测，告别盲目加内存，写入失败如 Opus， 需约束锁定关键实体，检索失败需优化底层算法，区分高维词条，不是粗暴扩大窗口，而是建立精确区分机制。运用和维护失败需显示更新派生状态，系统清理后自动运行回归测试唤醒记忆。方案基于诊断结果，而非统一扩大内存。不同病因需要不同疗法，抗衰要精准对症。大模型竞赛的下半场已转向谁能优雅的老去。Aging Bench 提供了基础的病理词汇与诊断标准，它将玄学的 AI 变笨了转化为严谨工程问题。未来的超级智能不应是每秒重置的聪明女孩，她应是一位记忆稳固、久经岁月的老友。这套标准让长期可靠性变得可测量与可修复，开发者终于能追踪并修复智能体的隐性退化。真正智能的陪跑者需要跨越时间验证，部署不是终点，而是智能体生命周期的起点。长期可靠性需要纵向跟踪，而非快照测试。4大衰老机制能精准定位隐性退化的具体病因，然后深入记忆流水线执行靶向修复。这不再是玄学，而是可测量的工程问题。不同模型在压缩、干扰、修订和维护上表现各异，运维清理可能引发不可恢复的性能断崖。精细的摘要策略能延长强模型记忆，却可能压垮弱模型。未来智能体应成为记忆稳固、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伙伴。